因为北海道实在太大了，景点间需要一直拉车，所以今天又是个起得比鸡早的行程。从札幌到龙川后，换上这辆只有1节车厢的老爷号火车，内装根本就是在台湾几乎消失的蓝皮普通车，有电扇，还有可以上下拉开的窗户，超怀旧。到富良野喽！富良野站是有特色的木造外观。今天的行程是自驾游北海道。如果在使用 JR Pass 期间，向 JR 租车会有相当不错的优惠，而且接待处跟取车点就在车站，非常方便。这就是今天的主角，请多指教啦。第一站就找到了有薰衣草的制高点眺望鹿乡展望台。薰衣草才是夏天到北海道的主角啊！虽然8月份很多都收割了，但是努力一点还是找得到。想象自己来到了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展望台旁边有一条散步道，走走去，可以亲近展望台下的花海。往回望也很漂亮，在展望台的后面也有大片花海，还有花圈。第二站来到以薰衣草闻名的富田农场啦。夏天没有到这里，别说有到北海道看过薰衣草。富田农场从1958年为了制作香料，开始种植各种品种的薰衣草，后来因为外国香料低价进口，冲击影响没落。直到1976年，农场薰衣草花田的照片登上了日本国铁的月历，美丽的花海景致吸引一波波人潮至此，也被认为是薰衣草观光的发祥地。薰衣草最佳赏花期大约在7月中上旬。另外，园内也有种植其他各色花卉，并区分成许多花田。像是彩色花田，最美的时间大约是7月中下旬。不过，因为面积辽阔，园方会分区种植，所以即使过了最佳花期，也会有漂亮的花田可以欣赏。像我在8月初来，仍看得到壮观花海。最后，一定要来花之社的景观台，由上而下俯瞰园区最吸睛的花人之田。当然，别忘了品尝农场特产薰衣草及哈密瓜冰淇淋，还有各式薰衣草制品。在贩售部，还有琳琅满目的干燥花，以及农特产纪念品可以购买。来之前，别忘了到富田农场日语版官网查看即时花况，下面就有最新花况的照片。点下去就能看到大图喽。第3站，我们来到了十胜岳望月台，主峰是日本百岳之一的十胜岳，它也是一座活火山。仔细一看，山顶还冒着白色热气。望月台拥有360度无遮蔽视角，一边是连绵不绝的十胜连峰，一边则是富良野的拼布大地。顺着自然探胜路往山上爬，沿途没有特别设置步道及石阶，走起来颠簸，却能感受到大地的原貌。往回望，刚刚的景观台石碑只剩小小一个。再往上爬，有没有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呢？下一站是有点袅袅的白须瀑布，原以为要穿过这座桥的尽头，结果怎么一堆人在桥边往下望呢？原来是这样远眺这小小垂挂在崖壁的瀑布啊！因为瀑布水中有矿物质，使瀑布下方的河面略呈青蓝色，所以这条美瑛川又有蓝河的美称。但这里真的是5分钟就可以拜拜的景点，只是不知道人潮为什么还挺多的。再来就是重头戏清池，从这条入口开始，走在小小的林径上，人潮十分汹涌，右边就会看到清池喽。
清池其实是为了防止早上看到的十胜月爆发产生的火山泥流而新建蓝河堤所形成的人工湖。跟白须瀑布一样，因为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照射下成了宝石般的蒂芙尼蓝。水池中有不少因为长期泡水而枯死的日本落叶松及白桦木，跟南投忘忧森林有异曲同工之妙。平静的青蓝湖面映照白云及枯木倒影，有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小小的清池绝景吸引了大大的人潮，值得推荐。接着就来到同属北海道定番景点的四季彩之丘，有大大的牧草卷人欢迎你。从入口开始就可以看到大片散布在高高低低起伏丘陵上的各色花田。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右前方三角形丘陵的条状花纹，花海后面的丘陵地上不同作物的田地如同拼布般交错堆叠，这就是知名的美瑛拼布风光。这里一样可以看到远方的十胜月，还有浪漫花海一定要有的花中造景。四季彩之丘的招牌也是必拍的哦。这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花海，就用双脚来征服吧。懒得走路，也可以租高尔夫球车代步，或是搭这种拖拉机巴士，以15分钟的车程四处游览哦。整片园区约有30种花朵，在4到10月份接续绽放。依照园方公布的花历，7月中上旬来可以看到最漂亮多元的花海，8月还有象征夏日阳光的向日葵花海。终于来到条纹花海旁了，往上看是绵延不绝的彩色花田，与蓝天白云在地平线交汇，编织成夏日北海道最梦幻的一幅画。接着要来体验云霄飞车之路，开近一点，视觉上的坡度开始提升了，但是实际上的感觉是还好。不过镜头拉远，哇，是不是真的有种开在云霄飞车路径上的感觉呢？要开到天边去了。开在北海道的丘陵地上，偶尔会看见几棵树矗立在广阔的原野上，有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孤寂感。最后一站来到北十一之丘展望公园，登上金字塔展望台，眺望城市及原野拼布美景，将这辽阔的北海道大地景色永留心中。在旭川还车后，来品尝烧肉名店成吉思汗大黑屋，墙壁上挂满了看不出是不是名人的签名版。烧肉炉只有小小一个，内装则是日式作息。烧肉是不错吃啦，只是炉子的油会哔哔叭叭不断喷到手，吃得有过胆战心惊。搭车回札幌啦，结束行程超充实的一天。